4月7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应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4月8日至9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8日上午，拉夫罗夫抵达北京，开启2天访华行程。外界注意到，此访正值俄总统普京即将开启第5任期之际，也处于地区局势复杂多变之时。拉夫罗夫不到半年之内再次访华，将同中方重点讨论哪些议题？来看看报道。 双方将就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双边关系发展、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据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布，访华期间，拉夫罗夫计划同王毅会见，就乌克兰危机、亚太地区局势等一系列热点话题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两国外长还将就双边合作中的广泛议题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进行探讨，特别是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和平台上的合作。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外长定期访华，长期以来已形成传统。 拉夫罗夫担任外长期间已访华20多次，上一次访华则是在去年10月中旬，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为俄总统普京来华打前站。而此次访华距离上一次不到6个月，外界认为主要有2大背景。 一是俄总统普京赢得大选，即将于5月履新，开启第5任期。普京今年3月胜选后曾表示，将继续巩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俄消息报网站7号报道称，当前俄中2国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两国的贸易额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俄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拉夫罗夫此访或将就两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合作议题，以及在重要国际事务中的立场等进行交流和沟通，密切彼此协作。另有观察指，今年中俄将迎来建交75周年，中方将在下半年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俄方主办的金砖峰会则将于10月在喀山举行。中俄将以此为契机，推进全方位合作，释放更多潜力。 这一次拉夫罗夫来访呢，恰恰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主要就是体现在俄罗斯刚刚进行完总统大选，普京总统呢连选连任，他这次拉夫罗夫来访呢，肯定是为普京总统来华访问做准备，主要的会谈内容，包括双边关系，包括国际问题，体现出来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密切性、成熟性和 战略性。分析指出，拉夫罗夫此访的另一背景在于，当前欧亚、亚太局势复杂多变，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小动作不断，中俄如何深化战略协作，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将成为拉夫罗夫此访的重要议题。 路透社称，俄乌冲突爆发1年后，中国发表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文件。据俄新社4号报道，拉夫罗夫告诉记者，中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倡议是迄今为止最明确、最合理的方案。 俄媒7号报道称，在西方支持下，乌克兰今年计划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举行所谓的和平峰会。这一举动完全无助于为解决冲突发挥实质作用。当被问及中方是否会参与俄罗斯缺席的乌克兰和平会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时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公正讨论的国际和会。 在这个商谈过程当中，我想中方呢一定会再一次提出12点的和平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呢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它的提出来呢是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其中呢就包含了这个这次俄乌军事冲突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顺着这个根本原因呢，尽可能的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的办法。中国作为这个立场 中立的国家，在这个联合国的框架下，中国是愿意，而且也会积极的去进行劝和促谈，提供必要的应有的条件。除了乌克兰危机延宕外，亚太地区近来也涌现多个不安定因素。俄导报网站称，美国、北约等持续向亚太地区扩张影响，拉拢亚太国家进行军事政治对抗，在地区制造不稳定。
拉夫罗夫此访或将密切同中国的关系团结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周边的这个安全形势呢，还是不容乐观的哈，时常会遇到这个很多的威胁和挑战。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主要的挑战还是来自于美国。所以我想，中俄两国领导人呢，在关于亚太局势呢，会进一步的谈到如何来正确的构建亚太的安全架构，如何在当前的情况下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呢能够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国际秩序的保证之下呢，能够让这个地区国际组织以及地区合作以及全球的合作以及全球治理都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发展。外界注意到，拉夫罗夫访华与美财长耶伦访华有一定的时间重叠。针对耶伦近日警告称，在乌克兰危机中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将面临重大后果，在8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严正表示，美方不应抹黑中俄两国间正常的国家关系。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始终致力于为停火止战、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有关国家不应当攻击抹黑中俄正常的国家关系，不应当损害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方的正当权益。美国财长耶伦的此次中国行接近尾声，在过去4天时间里，他到访广州、北京2座城市。8号下午，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中方与耶伦财长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加强经济、金融领域沟通合作，努力为两国企业双向贸易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环境，促进中美经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于宏观经济形势，中方重点向美方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中方指出，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和可持续增长。去年，中国经济总体继续保持了回升向好的势头，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这些成绩是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取得的。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回升向好势头，有信心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关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发展中国家债务处理、世界银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全球性挑战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在多边渠道下就相关问题继续保持沟通与合作。财政部官员介绍，中方明确表达了对美方制裁限制中国企业、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等措施的严重关切，指出这些措施损害中国企业和民众的正当权益，也不利于美国企业和民众的福祉。中方欢迎美方关于无意寻求对华脱钩的表态，希望美方采取切实行动，停止制裁限制中国企业。针对美方提出的产能过剩等问题，中方进行了充分回应。中美此轮接触也达成了2项重要成果，一是由两国财政部牵头，在中美经济工作组框架下就两国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议题进行交流；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牵头，在金融工作组框架下就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等议题持续开展交流。据介绍，遵照双方牵头人指示，双方工作层将在经济金融工作组向下持续推进落实上述共识。2个工作组的第4次会议拟于4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分别举行。耶伦也在访华行程结束之际，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总结此次行程。他再次强调，中美2国经济联系密切，脱钩会带来灾难性后果。It's undeniable tha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on a stronger footing today than this time last year. 在40分钟左右时长的记者会上，耶伦首先肯定了近期中美各部门沟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认为这些都是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愿景的重要努力。
对于此次访华行程，耶伦表示，中美之间的交流推进了美国的利益。当天早些时候，耶伦在北京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举行会晤。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中美正加强在金融稳定问题上的合作，即最近演习处理应对一家大型银行倒闭后，计划再举行2次模拟金融冲突的演习。耶伦在记者会上宣布，中美将继续进行一系列金融技术交流。不过，记者会上，耶伦再次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向中国发难。新加坡联合早报指，这是耶伦9个月内第2次访问中国，而他此行的重点就是就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美方认为这些问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构成了威胁。耶伦指，中美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建立一个沟通机制，针对性地讨论有关话题。I firmly believe that addressing these imbalances in an appropriate way will not only be good for the U.S. and the world, it will also be good for China's long-term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mportantly, we have and will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at our concern about overcapacity is not animated by anti-China sentiment or a desire to decouple. 美媒注意到，对于美方连日来针对中国新能源产业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中方官员在与耶伦会谈时也进行了针对性回应。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引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话称，中方再次强调不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并向美方表示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从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一方面呢，我们要让全球市场离不开中国产品；另一方面呢，也要使得全球产品呢离不开中国市场。如果说我们在这2个方面能够都取得比较好的进展，那么无论其他的政治势力对中方的相关企业和产业泼什么样的污水，报以什么样的说辞，那么我们呢都能予以充分的应对。5号至6号，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耶伦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项下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议题。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进一步表示，中美关于国内和全球平衡增长的交流，对于美国加深对中国政策的理解，并继续表达美方关切至关重要。据悉，关于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讨论将在2国去年成立的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项下进行。工作组也将讨论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其他议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路透社引述美国财政部官员的话称，耶伦没有威胁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征收关税，也没有采取其他增设贸易壁垒的具体措施。耶伦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可能的短期解决方案是提振消费需求，转变增长模式，摆脱供给侧投资。外界认为，相关讨论仍聚焦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此次会谈仍是积极的，至少证明2国愿意通过沟通对话解决分歧。说到底呢，美方这套逻辑就是认为呢，中国的这种高科技产业的增长没有平衡所谓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实际上呢，也显示出美方对自身在相关产业竞争力不足的担忧。在这个时候美方提出平衡经济增长这样一套说辞呢，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未来呢，美方很可能以此为理由，对中方的相关产业、相关企业进行新的行政打压。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媒大体上积极评价耶伦此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虽然耶伦传递的信息较为强硬，但总体而言还是有所收获。报道指，耶伦此行是中美2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管理竞争的组成部分。法新社也引述分析人士的话称，此次访问反映了拜登政府的外交努力，许多美国选民支持与中国政府高层进行会谈。纽约时报分析称，耶伦此行之际，拜登政府试图平衡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包括限制美国技术的获取和保留对数十亿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同时保持定期沟通渠道畅通，并避免经济战。
There are going to be more talks in Washington in 2 weeks, as I understand it. And I did speak to someone who's close to the talks, who spoke to one of the Chinese officials. And the Chinese say that they felt that Janet Yellen was genuine. So that's a fairly big step forward, even though these are very difficult talks, as your correspondent said.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电动车产业存在所谓产能过剩、倾销等指控，中方积极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分歧。日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在欧洲访问。据商务部网站消息，4月7号，王文涛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欧盟中国商会和吉利、上汽、比亚迪、宁德时代等1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代表介绍了在欧投资经营、应对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有关情况。会议围绕中国企业优化全球布局、深化中欧电动汽车产业务实合作等进行交流。王文涛表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不是依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美欧等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依据。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变和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积极支持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王文涛计划会见法国雷诺首席执行官卢卡德·梅奥。梅奥同时担任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代理主席。梅奥曾表示，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的产品和技术远远领先欧洲。他建议欧洲学习中国，积极支持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并应该同中国达成协议，实现双赢的局面。此外，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曾透露，他将在当地时间8号与王文涛举行会晤。意大利方面也透露，王文涛和意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将共同出席中国意大利商业论坛。去年10月，欧盟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并派员到中国走访比亚迪及吉利等电动汽车制造商，以确定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是否享有国家补贴。所谓调查预计在今年11月结束。外界预计，王文涛此次欧洲之行将与欧方官员就中国电动汽车所谓补贴政策和产能过剩展开沟通。无论是中欧还是中美啊，首先呢，技术竞争呢，可能呢还是会更加趋于激烈。毕竟呢，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能源高科技产业呢，是未来呀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果说美欧方面它不能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呢，对中国产业、对中国产品呢形成强大的竞争力，那么他们很可能还是会转而诉诸于行政手段。对于美国财长耶伦此次访华情况，财政部副部长廖明下午举行媒体吹风会。那么您对于耶伦此访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啊，对美国财长耶伦时隔10个月再度访华，中美两国呢都是高度重视，也是高度投入的。国际舆论啊也对此高度关注。今天呢，廖敏他在吹风会上透露，5天访问期间，中方与耶伦财长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他重点介绍了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也就是副总理何立峰和耶伦的会谈沟通情况，涉及到的议题包括中美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应对全球性挑战及中美经济领域的关切事件等等。廖敏啊对双方沟通的具体评价是这样4个关键词：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那么就下一步的安排，中美双方工作层呢，也就是金融商务这2个工作组的第4次会议，本月中旬就将会召开。可以说啊，在中美执行层面的响应节奏是非常快的。而过去这10个月，无论是在北京、旧金山或者是广州，2位牵头人一直延续着面对面深入沟通的高频高效的模式。今天呢，耶伦重申美方不寻求对中方经济脱钩，但是呢，他再提所谓的产能过剩的关切，声称美方不排除会对中国绿色能源出口实施可能的附加关税。那这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危险动向。所谓产能过剩的叙事是美方经济关切之一。耶伦访华之前就曾经在美国国内在造势喊话。今天在吹风会上，央视记者呢也在就此向廖敏提问。产能过剩，这呢是美西方扣给中国出口新三样的最新的大帽。
那么这也预示了中国接下来可能会与美西方博弈乃至激烈交锋的一个经贸议程。我注意到今天中国商务部的官网发布，昨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于访问法国期间，在巴黎主持召开在欧的中资电动企业的圆桌会，驳斥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说毫无依据。我认为王文涛的这一回腔是很有说服力的。欧盟方面不应该把全球化发展、供应链位置不同所形成的正常的出口歪曲为产能过剩，否则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欧盟国家许多的优势产品也都属于产能过剩。那么把企业圆桌会开到欧盟，接下来也可能会开到美国，官商力出一孔，让涉事的企业现身说法讲故事。我认为这是回呛美西方不公平叙事、捍卫自身权益的一个创新好做法。当地时间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从东京启程前往美国。岸田认为，此次访美的意义是向世界展示日美两国紧密合作、牢固的同盟关系。他希望此行成为再度确认日美在安保、尖端技术、供应链强化等广泛领域合作的契机。而在他临行前夕，英国媒体传出美英澳3国准备启动奥库斯扩员会谈，日本将是优先候选国。对此，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反对有关国家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岸田此次访美是继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之后，日本首相首次以国宾待遇正式访美。根据日本政府此前拟定的首相访美方案，岸田此行从8号到14号。10号，他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并出席联合记者会及官方晚餐会。11号，岸田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同日，岸田和拜登还将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次美日菲3国领导人会谈。12号，岸田预计将访问北卡罗来纳州的丰田电池工厂。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领导人会谈中，双方将以两国所处的安保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就有必要加强美日同盟达成一致，还将磋商统一指挥陆海空3个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与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合作方式。岸田11号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的主题为日美领导能力和面向未来的合作，拟强调日美间牢固的友好和信赖关系，以及两国是维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重要伙伴。此前，据外媒报道，岸田与拜登会晤时将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计划，并加强两国之间作战规划和演习的协调。此举被视为美日对安保条约进行6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升级。岸田访美的这一动作引发周边国家警惕。对此，岸田文雄赴美前在东京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辩称，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将世界推向历史性转折点，并迫使日本改变防御态势。In our neighborhood, there are countries that are developing ballistic missiles and nuclear weapons, and others that are building up their defense capabilities in an opaque way. 岸田认为，建立日本的威慑和反应能力对日美同盟也至关重要。Missile-related technology is evolving year by year. As missiles become more sophisticated, Japan must constantly consider what kind of technology is needed to protect the lives and livelihood of its citizens. 美日还将在领导人会谈中确认创设旨在共同开发防卫装备品的磋商平台。防卫装备品的磋商机制属于事务级别，日方拟派出防卫、外务、经济产业各省官员参加。磋商机制将推动防卫产业培育。按计划，最快5月底举行外交和防务部门阁僚出席的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开始对装备品的对象等进行具体磋商。共同社认为，日美有意在防卫产业领域也加强安保合作，目的是抗衡中国。日本近年来一直加快扩军备武，全面调整安保政策，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明确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2%以上，打破了以往不超过1%的惯例。与北约国家保持一致。
日本还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解禁战斗机出口，允许向美国返销在日本生产制造的爱国者导弹等，加紧与美国及亚太盟友军事勾连，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分析指出，日本在国内不断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划定的红线，在同盟关系中逐渐加强矛，而非以往长期坚守的盾的角色。正因日本安保防卫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促使日美同盟不得不升级，以适应新的变化要求。日本的国防政策已经逐渐由原来的专守防卫走向和美国在全球并肩进行进攻性的军事行动。这其实和日本这种军事大国的道路也是一脉相承的。预计美日双方还将商定促进在人工智能及半导体、量子技术领域的合作。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3月下旬访日时曾透露，日美领导人会谈预计将磋商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在机器人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坎贝尔还提到了网络和反潜战相关合作，并表示在安全保障和技术方面有日本能发挥较大能力的领域。另据法新社报道，日本驻澳大利亚使馆的一名官员于本月早些时候称，日本正致力于与美英澳三国就奥库斯的第二支柱深化合作。奥库斯目前包括2个支柱项目，第一支柱是为澳洲提供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第二支柱是推动先进技术项目，加快人工智能、量子领域、先进网络、高超音速武器以及电子战等关键技术的协同发展，并将其投入军事应用。英国《金融时报》7号就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英澳三国防长将于当地时间8号宣布，他们将启动与奥库斯第二支柱扩员有关的会谈。报道称，作为美英澳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被称为扩员的天然候选者，还可以为美英澳分摊军事技术开发成本。日本方面也希望通过与奥库斯的接触，来逐渐的取得对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所谓的对等的盟友地位，逐渐摆脱战败国的身份限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美国、从日本这2方面来看，他们确实是各有所需。同时美国目前很显然也在极力打造所谓亚太版的小北约。奥库斯它如果说继续向前推进，确实能够进一步的推动所谓亚太版小北约的形成，和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可以说奥库斯形成了另外一条路径。此前就有声音宣称要拉日本加入奥库斯第二支柱。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日前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刊文，鼓吹日本即将成为第二支柱的第一个新合作伙伴。但据《金融时报》报道，伊曼纽尔的言论惹恼了美英澳日各方，因为并没有协议达成。几个月来，澳大利亚和英国一直反对此事邀请日本。堪培拉方面强调，在通过向第二支柱中增加国家来扩大奥库斯之前，有必要专注于第一支柱。路透社3月就曾报道称，作为奥库斯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潜艇基地的计划近来遭到澳大利亚工会和环保组织的强烈抵制。此外，英澳官员也担心，日本仍缺乏保护高度敏感信息所需的安全系统。日本国内同样就是否加入奥库斯存在争议。替川和平财团高级研究员小原繁司日前就在电视节目中表示，虽然日本有加入奥库斯的可能性，但要以对等身份加入这个美英澳因并肩参加过战争而形成堪称血盟的奥库斯恐怕很难。日本朝日新闻认为，与日美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等框架相比，奥库斯具有更强针对中国的军事性质。奥库斯加强同日本合作，必将招致中方强烈反对。首相岸田文雄日前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尚未就日本未来如何与奥库斯合作做出正式决定。如果日本与奥库斯联盟加强接触，甚至不排除日本加入奥库斯联盟的可能性，那么这样一个奥库斯联盟确实会由原来比较纯粹的美英澳三方同盟演变为一个相对来说各种复杂因素比较多的、比较复杂的多边合作体系。这样一来实际上其中不确定性因素确实会极大的增加，从而使得它整个联盟、整个多边军事合作体制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会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
针对美英澳奥库斯有意扩员并纳入日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回应表示，美英澳不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断释放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扩员信号，又拉部分国家入伙，加剧亚太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反对有关国家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日本尤其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针对美日非领导人本周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谈，毛宁也表示反对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和搞阵营对抗，强调任何国家开展任何合作都应当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一启程访美，他周日在接受美国 CNN 电视台采访时声称，世界处在历史性转折点。同时，他在访问中也多次将矛头指向中国。您对此如何看？历史性的转折点，也就是昨天 CNN 报道标题中所用的 historic turning point， 现在呢频频从岸田文雄的口中蹦出来，有成为口头禅的一个架势。上周五在就这次访问美国向国内媒体吹风时，岸田也声称日本处在所谓历史性的转折点。那么对着美国媒体，他就大谈世界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在我看来，岸田接下来的所谓话语的转折点才是一个核心关键。日本正在改变自身的防卫态势，也就是说，岸田式话术它的要害就在于，因为世界处在重大转折中，日本要强化防卫，要摆脱和平宪法，要增强所谓的威慑以及反击能力。昨天在首相府接受 CNN 采访时，岸田就宣称，基于俄乌冲突、中东持续紧张以及东亚局势，日本所以决定要大幅提升防卫能力，要大幅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但是呢，岸田刻意回避的一点是，东京政府通过所谓的安保3文件是在2022年底敲定，自2023年起连续5年大幅增加防卫预算。那时有所谓的中东冲突吗？更别提岸田的前任当首相年头最久的安倍晋三，他2个任期10多年所念兹在兹的，不就是所谓的日本要修宪立军吗？拿中国说事儿，甚至作为一个标靶，也是这一套岸田话术的一部分。岸田就点名声称要向中国、朝鲜等近邻传递所谓的坚定信息。他提到在东海以及南海单边改变现状的意图，这番表述被 CNN 解读为明显指涉中国与菲律宾以及日本的领土纠纷。但是呢 CNN 的报道有违最基本的媒体伦理，他竟然在转述这样的一个背景时把海上侵略的这种抹黑指控无端扣给中方，这是必须要严厉谴责并严正交涉的。CNN 为了配合这一次访问，完全是在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外界注意到，岸田对于这次访问美国寄望很高，他做了很多的铺垫，也搞了很多的造势动作。比如日本与美菲澳昨天在菲律宾相关海域搞了4国的联合海上演习。此前媒体呢也都在炒作岸田此访将会宣布美日军事同盟所谓历史性的升级，驻日美军将会迎来4星将领来直接统领。岸田昨天在接受 CNN 采访前，还给了另一家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1个小时的专访机会。岸田向美国媒体密集喊话，他对 CNN 记者说的再直白不过了，将会以此访来向外部世界做出所谓的重要宣示，美日将会全面深化合作。CNN 呢更是在配合鼓吹，岸田将会以此访来寻求强化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所谓一个核心位置。岸田这次访美还将在白宫参加美日菲3边峰会，奥库斯扩员也可能会瞄准日本。今天外交部发言人也就此应询回应，坚决反对拉小圈子、搞阵营对抗。您对此有何评论？岸田这次访问美国，比照韩国总统尹锡悦去年访美的规格，将会在白宫和拜登会谈，也将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那么这次访问的一个特殊安排是，周4在白宫将会举行所谓的美日菲3边峰会。那么这是继去年在戴维营举行美日韩3边峰会之后，美方在所谓印太方向搞所谓小多边同盟体系的延续。
值得关注的是，这场峰会呢是在菲律宾方面持续挑战南海现状与和平稳定，在仁爱礁等相关海域一再上演各种冲撞闹剧之际进行的。那么这一次三边峰会又将如何来打所谓的南海牌？对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那么又会下出哪些最新的指导棋？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就日本而言，无论是美国推进美日韩三边峰会，即将上演的美日菲峰会，乃至此前 QUAD， 也就是所谓美日印澳4国峰会，日本都是雷打不动的参加方。联系此前日本受邀参加北约扩大峰会，一个所谓美日+1乃至美日+N 的小圈子的同盟正在成型，并且在强化。这样看来，在岸田眼中，AUKUS 联盟就成了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所谓中心位置的一个缺失的一角。所以呢，日方自然削尖脑袋要寻求加入。今天毛宁在回应时就强调指出，反对有关国家拼凑排他性的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日本尤其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领域谨言慎行。当然了，日本所谓追寻美国争当其印太首席盟友的这个战略是存在所谓致命伤的。CNN 也在专访中指出，目前拜登与岸田都面临着任期挑战，也就是说，他们到底还能够干多久？这是要打上问号的。《华盛顿邮报》也在访问岸田前一天刊文指出，美国大选催生了一个在日本疯传的短语，所谓 Moshi Tora， 转译过来就是假如特朗普。假如特朗普当选怎么办？美报就声称，世界各地不少国家都在讨论所谓的特朗普风险的应对，而日本呢对此尤其感到焦虑。岸田进白宫时，他内心也是一定在打鼓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在白宫和拜登总统会面吗？马英九率台湾青年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8号上午，一行人前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参访，下午又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晚上还参观了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冰丝带国家速滑馆和鸟巢。马英九在卢沟桥参观时提及，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希望年轻人能牢牢记住这一点。8号上午，马英九率台湾青年参观了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馆长罗存康的讲解下，马英九一行认真观看抗战史料。当看到烈士的家书时，马英九面色凝重；而当解说员讲解抗战历史时，马英九也话匣子大开。43年签订的开罗宣言。明确声明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4省、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这个蛮熟的。有一次听过您的一个讲座，特别强调开罗宣言是条约。虽然不是条约，它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而已，这是完全没有国际法常识的人。接着，他们来到卢沟桥参观。1937年7月7号，位于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77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77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77事变的亲历者郑福来现场向马英九一行讲述当年抗战的血泪回忆。马英九全程紧握他的手，身后的台湾青年也面色严肃，不时点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你们回去告诉台湾同胞，是吧？那就是说，到回家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不知道，当年我国到底为2战胜利与世界和平做出多大的贡献。我一向认为，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实际上，马英九的2次访陆之行，许多行程都与抗战历史息息相关。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学生重温团结御侮的抗战史，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岳忠烈祠到张自忠烈士陵园、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等。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曾在多个纪念场所哀悼遇难同胞，追思牺牲英烈。
外界当时还注意到，去年马英九一行来到另一个抗战的纪念场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于1937年10月26号至11月1号，它的结束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结束。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800壮士。去年的热播电影《800》正是以此为原型。当时就有随团的台湾学生表示，感念这些先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8号下午，马英九一行还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现有藏品总量180余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占藏品总数的90%。不同宫殿的区别，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意涵，马英九和台湾青年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马英九称自己心中难掩激动，经历600年兴衰荣辱，故宫始终象征中华民族，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底蕴以及历朝历代的万千气象。他还提到，台湾的台北故宫文物来自大陆的北京故宫博物院，5000多年华夏文化的精华文物在昔日战乱中南迁，这是历史的遗绪。他特别提及自己过去推动两岸和解交流的过程中，就促成两岸故宫互访。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已进行过几次联展，例如富春山居图等特定展品的展出，都吸引大批台湾人观赏。他强调，文化交流是两岸之间共同的语言，情感的共鸣是任何刻意为之的手段或意识形态所切不断的。任何所谓去中国化的行径都不会成功，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经深植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唯有回归民族情感与中华文化，两岸才能长长久久。此前，马英九一行已完成广东和陕西的参访行程，7号下午抵达北京最后一站。此行在北京预计停留4天，还将前往北京大学参访交流、参观八达岭长城等。